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并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简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到川普现在回到美国了，当然要塑造自己大胜利的一个形象了哈。来看到啊，他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正式返回美国哦。那他下这个空军1号的时候呢，有再次做出了标志性的一个拳头舞哈，感觉看起来呢是一个凯旋归来啦啊！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呢，3800字啊，也揭露了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王毅他也证实了，说呢，应川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呢将于今年的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双方应该要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的互动交往做出更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氛围，累积更多的成果。那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了，说啊，元首外交啊，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领导作用。那么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呢，也有利于引导中美关系稳定。双方呢，两国元首呢，首年内呢，互动安排要保持着沟通。那么川普呢，也是持续的在称赞习近平啊。好，他15日才刚离开北京嘛，然后就发了一张呢，他跟习近平肩并肩走在一起的照片。他还说呢，与我同行的这一位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哈。而且习近平也回复啦，说川普的这一趟啊，是历史性的标志性访问哦，说他们共同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地位，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来加强沟通还有协调哦。看起来美中关系啊，仿佛回到了个蜜月期啊，但是私底下其实两方还是互相防着对方啦。怎么说呢？哦，就是因为啊，这一趟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呢，手机是要被没收的哈。来看到《纽约时报》的独家报道说呢，川普在访华的期间是没有办法用他心爱的手机的啊，要保护他的资料，避免被骇客攻击哦。这个是他还有白宫工作人员在北京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好，那么川普的相关个人通讯设备呢，是被放置在空军1号上面的法拉第袋中。这个法拉第袋子啊，它可以屏蔽所有的讯号，包括 GPS 啊、WiFi 啊、蓝牙啊等等的，都可以去屏蔽，来保护敏感资料，避免受到远端的骇客攻击。甚至呢，这个川普的访中团在登机前一刻啊，所有在中国拿到的物品都要丢进垃圾桶，即便是对方送的礼物也通通都不能留。好，真的是防到了非常的极致。那川普被问到说，有没有这个间谍行动呢？他说他们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因为啊，我们也像他们监视我们一样，在监视着中国。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记者随行团也是一样哈。纽约邮报就说，这个白宫的记者啊，他发文表示啊，白宫的工作人员在登上空军1号前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是收走了证件、代表团的徽章，还有中共官员分发的所有物品，通通丢进垃圾桶哦。中国的东西是一律不准带上飞机的哦。所以从官员啊到记者啊，通通都是保密防谍到了极致。那我们另外来看到呢，川普这趟最重要的生意又谈得怎么样呢？因为这次川普是带着号称啊历年来最富有的访中企业代表团来访华啊，2天1夜的行程结束之后呢，对于这一群身价总计超过1.7兆美元的 CEO 而言，能够带来多少成果呢？目前还不确定。但是啊，因为川普已经离开北京了嘛，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美国企业呢，可能会继续留在当地跟中国官员来会面。那未来几天可能就会陆续公布更多的交易消息，反倒是美国官方啊，这个已经开始在说，我到底谈成了多少了？川普就说啊，农民啊会对我的贸易协议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大陆要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豆哦，但是他没有透露任何新的采购项目细节。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说啦，说大陆预计要承诺采购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但是一样细节呢都还没有出炉的。
不过啊，川普这一趟回来了之后啊，就分析他的持股，就发现了什么呢？哦，他是大买了辉达，还有波音哦，是单季买卖次数已经破千了。那这两个，辉达确实是股价就上来了，但是波音最近股价大跌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方说要采购200架，但是原本传出是500架哦，所以少了300架，股价大跌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大买波音的股票，但是呢，他大买波音股票之后，他又放话了，他说中方采购量有望增到750架，是怎么样啊？逢低入场，然后自己在放话吗？好，真的是川普这一趟哈，到底是去让美国伟大，还是让自己的钱包再次伟大呢？好，我们先来请教彬哥。川普算不算是凯旋回到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啊，没有错，因为他确实缓和了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而且让中国大陆跟他买农产品、买波音、买这个买那个，甚至未来这个数量都可能非常惊人。那这个对他缓解国内的态势绝对是有帮助，所以你说他算不算是凯旋？我觉得算是啊。那至于说他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其实这就见仁见智。而且他交换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是川普个人认为，其实对他来讲根本无所谓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至少就川普个人来讲，确实算是某种程度的胜利，而解决他手中的一个难题。那王毅也认同，就是确认了。习近平确实要在秋季那去访问美国，那显然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快速的缓解。可是问题是不是就这么的顺利走向彼此合作的这样的道路呢？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觉得中国大陆也还在观察，也就是双方谈归谈了，那彼此也有一些承诺，可是这些承诺未来都要看如何兑现。那这个兑现的时间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慢慢大家来看，所以现在才5月多。那川普公布的习近平要去的日子是9月24号，所以这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双方都会看对方的进展如何，再确认到最后是不是真的会成型。但我认为原则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对这种事情向来是非常非常谨慎，也就是他如果不是非常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告诉你他会做这件事。对，所以他居然已经这么快就说了。习近平秋天会去，那应该就是会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出现了。那当然，这次你也可以看到，川普在中国大陆他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他照着稿子念，然后甚至在某一些发表谈话的时候，他都刻意的收敛了他过去那种非常目中无人，然后想到什么说什么的那种做法，反而是非常小心、字斟句酌了。因为他大概也知道不能够搞砸这件事情，搞砸这件事情，他的凯旋就没了。那显然他这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至于说你说防止骇客攻击啊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川普自己讲的嘛，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在做，我们彼此都在监视对方。那美国如果说他去监听、偷窃别人的机密，如果算世界第2，大概没有人敢说自己是世界第1了。美国对自己的盟友，包括北约的盟友，包括其他的盟友，他还不是照样监听不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预料的。那至于说川普去把他整个团队把中国大陆送他们礼物这些东西全部都丢掉，我觉得虽然这个做法看起来有点粗暴，可是这是基本上都会去做的事情。难道你以为习近平去了美国之后，他会把他这些大包小包礼物全部带回来放在家里吗？不可能的事了。这符合国际礼仪吗？直接丢掉？只是中国大陆可能不会像他们这么粗暴的丢而已，你知道，他可能是带回中国之后再丢掉。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做事情大概不至于做到这么的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给面子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不可能真的去用这些东西啊，因为谁知道你里头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东西？你是不是要窃听我的什么机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这些跟去的 CEO， 他们未来能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开展他们的业务，包括金融服务业，包括一些高科技产业，我觉得这些都有待看川普跟习近平他们各自兑现承诺的脚步。那双方是联动的，也就是如果川普这边做到某一些让习近平觉得 OK 的事情，那习近平也会跟着去做。所以这未来发展还是很长的，大家慢慢观察。好，不过现在呢，川习2会已经有明确的时间点了，就是秋季啊。那在那之前呢，川普对中国就只好一直维持着现在的低姿态吗？我们请教翁教授。
是的，事实上这次的川习会看得很清楚就是中美之间本来比较紧绷的关系，现在试图的要把它改变成为一样是竞争，但是比较友好的竞争。用川普总统自己所说的话，其实双方呢宣告胜利是正常的，一定都是宣告胜利的，因为这就是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全世界都关注了，怎么可以输呢？所以中美双方其实都各取所需。美国要的，川普总统要的就是中国会因为我的谈判而买单，而确实现在宣布的这些贸易的可能的订单。就是在呈现这种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主席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美国的商品，所以这是一种胜利。当然，毫无疑问的，希望拉抬声势。中方其实也透过这次的川习会，传递了中方要传递的，包括了两国是平等的地位，中美之间并驾齐驱。其实不要小看这样的国际架构事实上，中国一直都是所谓的跟美国之间有所竞争，而现在等于是透过川普总统他自己的亲善的表现，呈现了原来连美国总统川普都必须要非常客气来面对中国，所以两国并驾齐驱，两国对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框架了，设定了框架，什么样的框架呢？对台湾问题的框架，透过美国总统川普并不会去做反对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中方传递给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国，中方传递给全世界的议题，这个设定就是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它是中国的红线，是北京的红线，美国不能轻易的去尝试这个红线，如果尝试了就会有冲突。用这样的一个话术，用这样的一个宣示呢，这个框架真的是透过美国总统川普不会公开的反对。让全世界都知道，要跟中国打交道，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它就必须要符合这个框架。所以中美之间都各取所需。至于说所谓的农产品，如果说把这一次现在号称大概接下来会签3000亿，把它跟川普2017年访问中国之后签下来的，包括了2020年、2021年这2年签下了农产品的协议，大概800亿，总共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当时签了2000亿。现在当然川普会说他胜利因为比当年的2000亿还要再多，现在是号称要达到3000亿。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观察的呢是这个3000亿要怎么落实。刚刚彬哥也说的，后续到底怎么落实？因为中国在2017年的川普的第一任，事实上他讲2000亿，但是事实上没有落实，也造成了中美之间后来有一些歧见这一次会不会落实？那双方其实都在考验互信，气氛来说是好的，可是会不会落实呢？那会不会落实也牵涉到了可能跟台湾也有关系，因为川普总统说波音要买750架，未来可能买750架，但是现在只有200架，要用什么样的筹码去换那多的550架呢？或者是500架呢？其实这可能就说我们说的，他要拿什么换？会不会是台湾？会不会是讲到台湾的话题的时候，给予台湾少一点的支持？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去关心的。关于台湾，到底川普口中会讲出什么话？然后我们去对应中方的采购会不会增加，会不会增多？如果是的话，我想我们台湾可能真的要很谨慎来面对，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看来呢，真的是什么筹码，只要能够让美国获利，他都能够拿出来用。即便是盟友，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在意整体来说呢，我们说，从现在，刚刚主持人也说了，预计的第2次川习会9月24，不要忘记了，接下来如果这个气氛允许的话呢，事实上11月还有 APEC，12月还有 G20， 今年如果气氛允许会见4次，如果都要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所有的盟友可能都要警惕了。没错，我们台湾就要警惕了，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的好的，姿态非常的低的为了见这4次面，他接下来会把台湾端上桌吗？请教厉将军。这是川普到大陆去之行然后他挥挥衣袖，不带走一份礼物，但是我这边要特别说的，他也不留下任何一滴的 DNA 在中国大陆。这次这个美国总共用了77那种大型的运输机，总共有14架，是为了他这一趟之旅。除了说是2辆他的这种野兽的旅行车之外，另外还有2架直升机。那其他东西带了什么呢？这次川普到大陆去大概所有的食衣住行，他们全部都包在里面，甚至包括床单他们都用他们自己铺的床单。那上厕所也是吗？上厕所也是吗？上厕所连这个排泄物都要带走甚至于连床单他们包了以后结束以后都要带走，因为任何一个 DNA 可能留下来都会
会造成，就以现在的医疗科技，可能就可以知道说你有没有老人痴呆症都可以验得出来。那当然他们这方面都要都，那更不要讲说是手机哈，手机这次他们带去的是这个发一次性的手机，就是你把你的手机留在飞机上，那我发给你一次性，那用完之后上飞机的时候把这个手机就丢掉，上了飞机，因为大概中美两个大国彼此会互相防着对方探取相关的机密以及资料。那之所以讲到这个川普这次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这个访问白宫，我觉得时间上面非常的巧妙。为什么是在9月24号呢？因为11月美国期中大选开始，那是不是这个借着习近平去让习近平这个可以替他在期中选举有加分的效果？那我相信，如果说是如此的话，那习近平去一定会带一些伴手礼嘛，那对他期中选举势必是有加分的效果。所以这个真人会算这些东西都计算得非常巧妙。他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不11月？那就是选在这个9月，就是11月选举的时候，对他有加分效果。那你说这次这个川普是不是凯旋而归？我认为确实是凯旋而归哈，因为我们这次看到我们在这个川习会之前，我们都认为说主要有3个议题要谈，第一个是经贸的问题哈，第二个是伊朗的问题，第三个是台湾问题。那我们看前面这2个伊朗的问题来讲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但是这是很明显的，中国很多的不管是核弹啊，或者是荷姆兹海峡的开放，都跟美国采取同一个立场来处理。然后那在经贸方面更不要讲了，这次来讲的话，不管波音是买200架、500架还750架，但是总之都是一笔大的订单。那除了这个波音飞机之外，黄豆啊，还有牛肉啊这些这个大量采购，甚至于我相信这个 H200的这种黄仁勋已经都到了嘛那原来黄仁勋一直想要卖 H200的这个晶片，但是本来是美国不愿意卖的，后来说愿意要买，愿意要卖。但是中国反而不让买那这次会不会说是黄仁勋到了以后就开放让中国的十大科技企业能够采购黄仁勋的 H200这一款的这种晶片？我觉得不管说我们看到从科技方面各方面，川普都确实是大有斩获，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有很多的选民，他本身就是农业州的选民。那如果说这次带回来利托，他可以大声的跟这些种黄豆的这些豆农讲说，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去买拖拉机了准备开始可以播种了。我已经跟习近平讲好，明年他准备要买多少或多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次你不得不承认，川普确实是这个丰收而回了。那我觉得他最大的丰收是9月24号邀请习近平，而且习近平答应，这对他的共和党的期中选举绝对是有利的加分。好，所以川普的北京行落幕了，到底是不是凯旋归来呢？各自解读。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习会结束了，那么伊朗战争要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到川普的表态，他说呢，他逐渐的失去耐心了，他一直都很没有耐心啊。好，来看到呢，川习会结束第1天的会议之后，川普就强调自己正逐渐的对伊朗失去耐心，并呼吁德黑兰当局要重返谈判，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他15日的时候又说什么呢？说呢，美方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恳求而同意跟伊朗停火，尤其是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但是川普补充表示了，说我们可能必须要做一点清扫工作，毕竟停火1个月了但是这个清扫工作是什么他没有说。既然是把那个巴基斯坦调解方拿来当台阶下吗？那伊朗也有没有意跟你谈呢？看起来是有的哟。来看到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那个阿拉奇他就说什么呢？说伊朗政府已经收获了来自美方的讯息，显示呢，川普政府对于继续进行结束中东战争的谈判是持开放态度的。那他也是感谢所有能力提供协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又强调了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很良好而且是互为战略伙伴，欢迎任何由中方发起有助于外交解决的行动。好，那中国确实呢是有帮忙的，因为你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就呼吁了美伊协商持久停火，赶快重启
荷姆兹海峡的谈判啊。但是呢，我们另外来看到这个石油的问题，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两方有没有最新的表态呢？川普就说了，说呢，美方呢要放行3艘载有伊朗石油的中国邮轮去通过荷姆兹海峡，这是不是一个是好是弱呢？那另外，川普也称要考虑取消制裁向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企业，而且呢，他又说了，说他访华的期间呢，根本就没有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压，他不会请求帮忙，因为呢，当你请求帮忙的时候，你就要做回报，就要欠对方人情，他觉得他不需要欠中国人情认为这个中国呢，自然也会希望荷姆兹海峡开通了对中国也好，所以我不需要去向中国求情的。但是呢，看到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一直在关闭，美国呢，现在华盛顿也考虑要暂停汽油税了。就是你自己国内这个原油的压力也逼得川普不得不低头了嘛。所以呢，你现在找了一堆理由，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自己打不下去了呢？一直在找台阶下呢？好，那另外来看到呢，原本川普一直很坚持的这个核协议现在感觉也可以谈了哦。好，来看到呢，这个川普在川习会结束之后就表示了，说如果伊朗愿意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德黑兰将核子计划暂停20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是显示了他这个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出现了调整。因为他之前是说了是不论多久你连这个几年都不可以，要马上就停止。但现在他说20年哦。但是伊朗的方面呢，态度还是很强硬这个阿拉奇就说了，说其实伊朗我们这边是不发展核武的那么荷姆兹海峡呢，他坚持阿曼跟伊朗两国共同管理。那么浓缩铀的问题呢，相当复杂所以美伊现在呢已经同意推迟就此展开的谈判。但是要谈判，伊朗对美国是没有信任的。只有当美国你拿出诚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兴趣跟你们来进行谈判。那么目前呢，结束战争的谈判还是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现在还是没有信任。那另外来看到现在战争打到现在，导致于金砖各国内部自己也闹翻了吗？我们先看到这个要谈和平的话，最紧张的是谁？可能就是以色列了。那以色列一名高官就透露了，说以方现在正为即将重启伊朗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而且这个战争可能要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个以色列竟然是成为了停战的一个最大的变数。那刚刚提到的金砖国家的关系为什么会破裂呢？就是因为这个伊朗一直在最近呢不断的攻击其他的海湾国家，包括了谁呢？阿联酋。那甚至呢，阿联酋呢也被迫自卫，然后就去对这个德黑兰进行这个飞弹无人机攻击，所以导致于两边的国家呢是陷入了一个僵局。这样子的话呢，金砖各国自己是不是就关系外长峰会呢，就因此而陷入僵局了呢？那么现在伊朗外长呢也去杠上阿联啦，就说你跟这个以色列走得越来越近，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所以来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关系内讧，是不是最后要由谁来帮忙调解呢？听起来应该又是中国了吧？好，不过现在这个两方到底是有没有要对于这个停战来进行一些谈判呢？我们来请教厉将军。伊朗这场战争我想说，我们这张图表上面大概都已经叙述的非常清楚了。很明显的，美国这场仗这个想要继续打，他打不下去，打不动，啃不动伊朗这块硬骨头。那想要谈，伊朗也是很硬的底气，14点的协议摆在那个地方，一点都不退让。那为什么他敢不退让？他有这个底气不退让，因为战场上面对他来讲是有利的，他具有地形之力。那好，我们现在是看到，就像是我们这张上面所讲的。川普现在一直在想办法要找一个台阶下来抽锤这场战争，不然他后续来讲的话，损失会越来越严重这场战争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你填再多的武器，填再多的金钱，填下去来讲，大概都填不满。那如果说是川普很明显看出来想抽腿的话，那谁最紧张？就是以色列最紧张。那以色列会用什么方式呢？他会不会重蹈
这个2月28号那天一样，这个主动给美国一些这个有利假装有利的情报，然后自己主动对伊朗来发动攻击，把美国继续拖入这场战争。我觉得这是纳坦雅胡惯用的手段。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就像是我们上面所讲的，以色列如果说可能连这场战争，如果他再打几天，甚至于几周，我跟你讲，你打几个月都打不完，因为之前你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打伊朗，整整打了1个月哈，你自己情报误判，原来川普最早很乐观的认为4天就可以推翻这个伊朗的神教政权，可是后来打了4周，到现在我们看出来没有什么结果。然后战略的目标越来越缩减，从原来他设定的目标，大家不要忘了，原来川普认为说就是要推翻以色列的这种神教的政权，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听话的政权。但是后来目标越来越小，变成说我们只要设定在核武方面，那现在只是回到开放荷姆兹海峡，你会不会觉得他目标越来越小？那如果说开放荷姆兹海峡，这场战争不就是打了一场寂寞吗？原来荷姆兹海峡本来就是开放的嘛，那你现在说打了半天，结果是开放荷姆兹海峡，好像达到你战略上的目标事实上只是回到原点。那你说这次川普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这次他需不需要中国帮忙？非常需要中国帮忙。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川普希望巴基斯坦给他一个把巴基斯坦当做一个下台阶。那巴基斯坦，试问一下，巴基斯坦背后的老大是谁？那不就是中国大陆吗？我们经常讲巴铁，这个中国跟巴基斯坦两国的邦交是非常的密切。那川普自己在这跟记者访谈之中，自己也露了馅嘛。他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帮忙，不需要欠人情给中国。但是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同时表示说你事实上就是需要中国帮忙？那这次川习会里面，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川习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伊朗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确实帮了美国，帮了川普很大一个忙。我们从几件事情看起来，第一个就是中国跟美国立场一致，要开放荷姆兹海峡。那荷姆兹海峡不可以收费，中国立场跟美国是一样。第二个来讲，中国也跟美国立场一样的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子武器。请注意我讲的是核子武器，但是中国并没有说伊朗不可以拥有核能发电他说不能有。那这几点立场等于说让美国这个有这个底气。你看中国大陆帮我世界2大强权，一个是这个经济最大国，一个是军事最大国，两国来讲都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同一个立场。我想这也就后续来讲一定会逼迫了伊朗会有所退让，最主要的因素。好，所以川习会过后，真的是美伊关系，现在能够有所这个改变了吗？真的要谢谢这个中国的帮忙吗？请教翁教授。事实上，我们在川普总统他自己在这个中国访问的时候，晚上睡觉起来突然发了一篇文章。其实那个文章里面有猫腻，因为他后面用一个括弧，就对伊朗的战争呢，对伊朗的军事手段，他写了 to be continue， 基本上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对伊朗的战争的手段有限的攻击可能再打，用这样的话术呢，搭配跟中国之间的一些斡旋跟协调，让伊朗要逼伊朗上谈判桌。然后接下来川普铺陈的，在空军1号上面后来接受访问，他后面铺陈的是他可以接受20年冻结核子这个原料事实上他都在一步一步的铺陈。他希望的当然是谈判，但是把这个所谓的军事的行动可能性绑在手上。我们不要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先说谈判的部分。谈判的部分，我们为什么说20年冻结其实很关键？因为真的要记住，川普真的不愿意输川普要赢谁呢？赢前面的奥巴马。2015年的核协议当时的设定的期限包括了浓缩铀的比例等等，它设定的是15年，所以川普其实非常清楚的掌握到美国一般平民百姓在看事情的时候都看得非常的表象跟浅碟。奥巴马时代谈的核协议是15年冻结，15年的有限的限制，川普就一定要比15年更长，所以他能够接受的谈判的筹码，对方要求对方谈判的接受的就是2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要了解川普，当然他很复杂，可是要了解川普呢，你要记住的就是川普在各方面一定要表面上让你看到赢。刚刚厉将军也说到了，他有没有要中国帮忙？他当然也要中国帮忙，只是他表面上还是要告诉你说，我不会靠中国的，如果靠了别人，我要还人家人情。讲是这样讲，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在散发讯号，因为后面他讲了，他说他相信中国自己就会这样
做了，因为能源的需求，因为能源荷姆兹海峡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然中方会需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说整个铺陈下来呢，川普的策略现在就是希望中国跟巴基斯坦可以让伊朗坐上谈判桌，再加上川普给的施压，我可能会打哦，以色列也可能会再打哦，希望伊朗坐上去之后，我要你想的是，你接受这个比2015年核协议还要更严苛的这种条件，让我可以有一个台阶下，让我可以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当然，台面下可能不会公开讲的，就是美国对伊朗可能会一些经济制裁的松绑作为交换的条件，但是表面上因为川普要赢，所以不会把这个部分讲得很凶，讲得很明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铺陈的策略，尤其是川习会之后，有一些剧本现在正在上演当中。好，川普说他不想要欠中国人情，但是一方面呢，他又说他自己放行了3艘载有伊朗原油的中国油轮，是想要反过来，让美国可以对中国也欠人情吗？请教彬哥。其实，与其说川普是对伊朗逐渐失去耐心，而他不如说川普是对荷姆兹海峡一直被封锁有点失去耐心了。他想要尽快解决这个僵局，那所以他现在透露出他20年的这个暂停伊朗发展核武的计划，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很好笑。当初退出跟伊朗之间协议的是谁？就是川普自己。那当时的协议本来伊朗那时候是在2016年的时候签的时候，是说15年之内，他保证不会让他的浓缩铀的这个程度发展到3.67%以上。那结果一开始美国退出的时候，伊朗自己还说我们再观看一下，我还愿意留在协议里头。后来是美国开始制裁伊朗之后，伊朗才翻脸说那我们就开始进展浓缩铀。那结果现在你搞了这么多年，然后你又这个损兵折将，又打了这样子，双方搞成这样子，烽火遍地，然后荷姆斯海峡被封锁，结果你说那我现在愿意接受20年的，那请问一下，这样到底在干什么？其实当这个美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就可以显示美方真的是急于想要结束这个局面，他大概也不想再硬撑下去了，因为现在显然他国内的情况不是很好。川普一开始说我们美国自己有生产石油，倒霉的是其他国家，我们美国无所谓啊。可是全世界现在都是联动，他自己国内开始也出现状况，所以他知道他今年要选举，他绝对不能够让这个事情拖延下去。所以我觉得，虽然伊朗的状况其实也不好，它内部一定也有非常多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态势如果一旦被伊朗看穿，伊朗恐怕也并不会这么急着想要跟美国达成和解。继续拖，对，我觉得让你选不好，恐怕这个东西并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了。那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一直在乎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什么东西，他在乎的就是要赶快解决掉真主党，甚至能够解决掉伊朗最好。所以以色列是摩拳擦掌，最好你川普忍不住，我就继续来进攻，那拖着你美国在这边下水。可是问题是，川普大概不会想再被牵着鼻子走一次，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就是要想尽办法跳脱。那如果川普要想尽办法跳脱的话，那当然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大陆在背后的这些影响力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川普嘴巴上讲他不需要依靠中国大陆的协助，如果你真的不需要依靠中国大陆的协助的话，那你何必眼巴巴的跑回去，然后还很高兴的宣布说中国大陆在伊朗的问题上跟我们是一致的，他也不希望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你何必去讲这个？你应该去都不要去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说什么听听就好，我们只知道就是荷姆兹海峡真的该早日开放。不过这样看起来啊，美伊战争真的是打了一个寂寞啦。那现在什么时候要停止呢？我们就继续等着看。好，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国内大白话要邀请的来宾，当然重点都是川习会。川普离开了北京，上了飞机，回到了美国，所有的台湾议题全部大解放。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请问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川习会结束之后呢，川普不断的在称赞习近平之外，那么王毅也做了一些分析，包括秋天要邀请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之外，很多的分析都对于川普的手势跟过去那种硬拉式、拉锯式的握手不一样，更多的拍肩或想要争取认同的部分。当然，接下来对大陆来讲大势一波波，马上20天之内，普京也要去访中。那么很罕见，北京半年内接待的是4强安理会的所有领袖。川普一回到美国去，他的标准手势就出来了。那我们再看他在中国访问这2天时间里面的川普，跟他在国内不管接见任何一个国家领袖的姿态都不一样。我第一次看到川普要拿着讲稿讲话，换句话，他的即兴式的发挥没有了。第二，言必称颂习大大跟他交情多好，习大大是多可爱的一个人，这次的会议多么成功。因为他的目的要的就是这个，他来会是要争取到，世界上他还是一个最强的领袖。虽然中国是第2大，也是要非常很礼貌的接待他。那中国也给他了足够的面子，所有的排场都给你了，花团锦簇，画面上能听到的话都是好话。中国讲的都是 I wish， 我希望将来能够共同繁荣。你是250周年，我是中国的第2个复兴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一个开始，希望大家共创荣景，这都是一个好话。但是好话里面带了2个骨头，就是说台湾问题搞不好的话，会陷入修斯底里的陷阱。这是一个懂内行军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说，两岸问题发展的不好，你美国要这样的搞的话，那可能会引起战争。引起战争的话，2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那这个话呢，我们在看所有可见的画面都是谈好的，但是你没有看见的画面，可能唇枪舌战的东西很多，台湾问题就会被强烈的提到。我们看这次川普带来的是庞大的经贸团体的人物。所以美国第1把手的金融头子都来了，但是卢比奥以前是被中国通缉不受欢迎的人物也来了，赫克塞斯也来了，有2个作用。一个作用，我带的团里面除了谈经济、谈国际的现势、谈中美的战争问题，也有2个人。这2个人是有名的反主战派、鹰派。那但是经过秘密会谈以后，鹰派的人出来讲话了，完全是沿袭川普在秘密会议里面答应的东西。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两岸是不是要走上同意和习近平的和平统一？我们的国务卿，他们的国务卿讲了，台湾可以用投票，那是公投吗？对不对？那和平统一吗？因为我们讲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个话来，事实上现实的条件，你只有容许中国给你搞和平统一。中国要搞武统，美国就要出兵，就像拜登讲的，要出兵，要捍卫台湾的安全。那现在美国能不能出兵？我们平常在军事评估上，美国没有能力出兵，大家不相信。可是大家看到伊朗的美伊作战里面，美国在海湾国家部署了5、6万人部队，还有2条航母，还有27条船，都没有办法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请问，如果在中国发生战争，美国的常备管辖能不能升到这边？这样大家就懂了。这句话主要破除了台湾老百姓一个迷思。这么多年来，大家认为抗中保台要靠美国，美国会出兵保护，才造成今天岛内的几个政党在那里吵来吵去，为了一个军售案。那军售案的是这个秘密会议里面也谈到了。那换句话说，军售案就是川普拿回去的家庭作业，你要卖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卖什么样等级的，你要不要回应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姿态说，你要的好处我都答应了，我也给你了。
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就等你当然后面的表现，我再决定怎么宣布。后面表现是看他谈判的就时间跟抽不抽单子的问题，但是你是不是对台湾问题要做个回应？所以今天川普回家的家庭作业很不好做，所以才又有第二句话出来，要找能够控制台湾的人出去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说，针对台独不台独的问题。那因为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切割，台湾问题是分台湾人民跟台独，这是两个主题。他反台独不反台湾，那显然川普这边的人也听懂了，那就是不鼓励台独，他只是没有在纸面上讲出来我反对台独，因为这个话美国不便公布。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底气里面，共和党才最近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台湾刺猬法案》，就是要把台湾的军购加速给台湾。而且这么多年来，美国泼中国的脏水的认知作战里面，美国的民意可能是支持有些抗中的意味，所以川普就面临一个难题：我能不能明目张胆地讲，我不支持台湾？他受访已经讲了，他说不希望台湾台独。对，他已经讲了，对，但是他没有有说某个人，那个人那是在会议上讲的。回美国的公报里面你看不到这个，他回国才受访，但是回国他逃不了，因为美国的媒体是很刁钻的，知道你最难答的题目就是台湾问题，所以还没有等到回到美国，在空军1号上就直接问了，就讲了，是，所以他回到美国还要一长段时间的考验，就逼得你要谈台湾的问题，台湾的军售，所以川普又丢出一招来，要把能够控制台湾人找来谈一谈。那我们赖清德这一下可以夙愿得偿，可以堂而皇之的到华盛顿，真的吗？就不要过境了吧？哦，原来如此。虽然只是叫不出名字的 that person， 我刚刚因为抱歉我们的棚内机器故障的关系，我们把刚刚没有看到的影片让大家至少可以看一下哦。川普下飞机的时候是什么神情？他是握拳，再度用他那个标志性的拳头的语言告诉大家，很棒，很棒，成功。那么另外下飞机之后，他说川安协会获得了历史上盛大的胜利。我们来看看这段谈话。All I can say is that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fantastic, Steve. We made great deals. We did great trade deals. We have great relationships, and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and you'll be hearing about them.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Thank you very much. 媒体都在评论的是，到底成功了什么呢？很多的所谓的订单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内容，还没有待公布哦。他只是看到川普一直形容习近平是很温暖的人呐、很务实啊，就是 businessman。他英文讲是 businessman， 他没有在讲空话啊、他不是一个在 play game， 没有在玩虚招，所以跟我讲的都是实话、真心话。所以等他一离开北京。他除了讲这么多话之外，大陆方面也不断的公布了很多影片，甚至是影片是配上中国风的 BGM 啊，他去看天坛的画面。所以何谦，当我们看到在这一刻，川普回到了美国，才走出来，全部不管飞机上或到了美国，畅谈台湾议题，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于到底胜利还是输，美国评价很多，但对川普来讲就是赢麻了这样。对。这次当然，川普我想他的心情非常好啊，他觉得他达到了他原本的目的。第一个，他去证明就是说我们两个 G2， 他再一次提了所谓的 G2 的概念，就是这个 Group of Two， 中国跟美国就是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然后我们可以去处理很多世界上的难题，包括他谈台湾，包括他谈伊朗，然后他也说乌克兰问题，双方也交换了意见。我想这是第一个，他去达到了，就是说，当然中方大陆也达到了他的目的啊。大陆说我们这一次提出的概念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就中美两个大国，我们有竞争，我们有分歧，但是我们要保持战略稳定，我们不要让这个竞争外溢变成冲突，甚至是一场战争。所以我想双方是都交换了很多的这个底牌，还有一些原则跟想法，反而是经贸问题啊。那我想这个因为在会前，其实这个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刚刚在韩国谈完嘛，所以可能很多具体的，比如说大豆买多少啊，石油天然气买多少啊，波音买多少啊，然后这个辉达的
H200能不能迈进中国大陆啊？等等这些问题，我想就会像刚刚大家所讲的啊，随着中美的元首层级的共识慢慢落实，那如果落实到大家对表就说好，你当时答应我的政治上的表态，包括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你都做到，那我们这些可以慢慢来利好，可以慢慢来释放，慢慢来公布。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台湾问题由于特别的敏感啊，所以可能双方在措辞上没有办法白纸黑字的找到共同都能够认可的，比如说共同的声明或共同的联合公报，或者是哪怕是共同的新闻稿。因为还有鹰派的反对，对，所以大家选择各自表述。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可以看到，川普的飞机刚离开，王毅就先出来说，王毅发了一通这个答媒体问，然后里面就说，在会谈中，中方大陆感知到川普是反对台独的，也不愿意放任台独发生。然后川普才用自己的语言在说，我们不愿意看到有人在那边搞独立，或者说有人因为这个觉得美国支持他，所以他搞独立，然后引起战争，这样我们要飞9500英里去打这一仗，这是我不愿意见到的。等于双方用各自可以接受的语言去表达一个同样的或是相似向度的一个意图。那我想某种程度上，如果用我们台湾的这个内政的政治语言来说，某种程度上，川普已经把台独党纲给没收掉了。川普就是明确的，他可能没有直接讲 I oppose to 的台湾独立，但是他反对一场因为台独引起的战争。他说是我反对战争，然后在他的概念里，某种程度上他接受了大陆的叙事，把台独跟战争两件事绑在一起。然后大陆出来说和平稳定，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我们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某种程度上，大陆就等于说把重新邀请美国进来一起，中美两国来共同稳控台海的局势。那这个中美两国共管台海局势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其实从1979年，大陆跟美国经历漫长的这个复杂的斗争跟谈判，最后终于在1979年建交以来，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样。所以美国有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嘛。那也就是为什么 AIT 叫 AIT， 它不叫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那我想这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默契。但这个默契呢，在2022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很不幸就被打翻了。然后台湾跟大陆陷入非常严峻的军事的斗争，以及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大陆跟美国之间在涉台问题上就暂时找不到共识了，所有东西都是大家非常犬牙交错的互相顶撞、互相骂来骂去。那我想这一次大陆也就跟美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如果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控的两国、可预期的两国关系，台湾问题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处理好，我们就有精力在其他的领域，科技啊、AI 啊、经贸啊，甚至是共同防止这个传染病啊，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合作，相向而行。但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对不起，它是一个一票否决的东西，这个东西破坏了气氛，破坏了我们两国的外交的核心，那其他问题可能都没法谈，甚至是原本不需要对抗的，也被迫陷入对抗的状态。那我想，川普是。当然他美国有美国的立场，大陆有大陆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想，川普接受了大陆的叙事。第一个，把台独跟战争绑在一起，他想到台独，他就想到这可能会有一场战争，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能鼓励。第二个，他说维持现状，他觉得大陆是 OK 的。They are okay with that。他这个在受访中也说，所以如果说他说大陆没有要 take over， 没有要接管台湾，维持现状是 OK 的。所以王毅在他的采访、他的答媒体问中也就讲了什么叫大陆认为的维持现状。大陆认为的维持现状，就是说台湾问题，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问题，其实在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他说从那之后，这个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然后只是后来因为中国内战，然后国共斗争造成了两岸对立，但是台湾没有脱出于中国之外啊。王毅说这是两岸的现状。那我想这类似的历史课习肯定也跟川普说了很多。那所以台湾当然也想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那这个现状到底怎么去定义呢？我想就端看于执政者，包括朝野还有全民的智慧。这次川普到大陆去，当然有很多肢体语言不一样包括要受访的时候几乎不讲话，这很稀奇，对不对？也没有发文，然后还有肢体语言，例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握手拍对方的手，跟过去把对方的手硬拉过来面对镜头，那个是完全不一样。那甚至还有人比光是一到抵达要去打人民大会堂之前，就有17次互相的碰触肢体语言。当然了，他还去中南海散步啦等等的，这些讯号都告诉大家，包括他后来讲出来的话，重复的不断的讲伟大的领袖，respect great 伟大的尊敬的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袖，这代表着川普跟过去以往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我也不能说不一样我们昨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开会，就有人统计，他说
全世界对习近平赞美最多的是川普，把他抓起来吧！啊，对台湾来讲，应该要把他抓起来，怎么能够这么轻松呢？啊，这么那个捧红的红色的领导人呢？可是川普就是知道今天他要解决很多问题，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重要，所以他一直强调自己是跟习近平有一个 good relations 一直讲我们两个关系良好啊。然后我觉得他大概这一次也听了幕僚的话，很少他会听幕僚的，这次听了幕僚就是说，今天你是到了大陆的主场，配合演出一下回来你再自己自由发挥，但是在那边按照稿走不要脱离稿，那就是不要让很多外媒可以看到有见缝插针的那个机会，就是大陆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会大概都是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整个的排序那个细节都已经做得很精致了。你只要按着程序走，就不会出错那可是呢，川普在国内我们知道常常就会脱稿演出，所以他这一次听了幕僚的话都不讲话，笑一笑。你看，我觉得他能够忍住，真不容易。人家问他怎么样，笑一笑。我个人不认为是听幕僚，是因为中方的期待，对，当然他也配合，他也知道嘛我的意思，幕僚哪管得住他呀？不，幕僚没有一上飞机就知道管不住了嘛所以配合大陆的游戏规则在，但是也配合游戏规则演出。那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他很多的话很让人家担心的包括浅秋一直关心 that man that person 我的解读就是说，他不可能会跟赖清德直接通话因为上一次他通话时候，他还是一个总统当选人，都还不是总统。12月的时候，他跟蔡英文通了电话，结果被骂翻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红线不能碰。你现在9月份，你还希望这个习近平来访问，你中间接一个电话或者跟他通个电话，绝对有问题。那到底那个，但是要控管台湾的意思是 that person 到底是谁他就说管理台湾的那个人统治台湾，我觉得是 Raymond Green 古立言我觉得是你觉得不是讲赖清德，是讲不讲是古立言嘛？古立言回美国去复职，对，他就讨论出来了嘛，就知道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了嘛那我觉得他就是个台湾总督嘛，在台湾代表。他觉得是古立言在这里台湾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没有，他是随口出的了。但是这个如果他不要打电话嘛，叫他不用打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最糟糕的是六项保证，一项一项我觉得都会被侵蚀掉。那到时候这个6项保证就没有了那没有的话，就是这个上面包括会不会未来会动台湾关系法。包括未来会不会不卖武器？他现在你看已经说，美国过去说是不会要求台湾就是跟大陆进行这个谈判，可是我觉得他会然后这一次武器不跟大陆商量，怎么你也去找大陆商量了？我觉得这一些大概慢慢会侵蚀。那我觉得我们在台湾不能不防这一些，就是但是我们又不敢抗议。我觉得这是我们蛮可悲的地方。当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这个让川普破坏了6项保证的时候，我们好歹要展现立场，好歹要展现一下立场嘛，对不对？但完全没有。当然，这次全球都在看川习会，两岸的网友关注的角度不一样例如大陆网友在关注说，这个空军1号有专机如何，大陆是没有这样的专机的。但是呢，在川普离开之后，很多西方网友在看的说，哇，这个中方欢送人员几分钟之内迅速的撤场，非常的有序。那么包括卷红地毯，包括欢迎欢送的人，然后以及军方的人的撤退，几乎是几分钟之内完成的事。那网友们在赞叹的说是这个效率的问题。而白宫方面则发布了中国的一对画面，川普在第一场会面时他就讲了，他说他对于这个中国的军方的表现阵容表示非常的很棒当然他觉得孩子们的表现更棒，但是呢，他到了回国之后直接发说这种教阅仪式令人叹为观止。我想他可能回国之后也要求美国人要这样做吗？美中合作到底有哪些商业合作事项？经贸一直是川普出发之前最跟大家宣传说我一定要谈很多生意回来的订单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波音抢单有成功呢？川普返美之后，路透说美国的企业高层继续这15位的领导人继续留在大陆北京，用自己的管道
有的人各自去见面呐，有的人各自去做各种的管道，寻求接下来更多的可能合作。路透社报道说，甚至川普返美之后，继续要跟大陆的官员见面，未来有可能陆续会发布更多的交易消息吗？那么看好所谓的中国合作变成美企共同的高管热局，这个关键词怎么说呢？互相表达合作啊，一定要合作啊，中美要合作，企业要如何合作？这个先前的所谓的贸易大战似乎已经翻篇过去了，现在只看的双方共同的市场机遇，表达持续对中务实的态度。那波音到底是怎么样？说是出发之前，川普在受访直接讲，已经大陆同意买我们至少500架的波音啊。现在呢，川习会之后，大陆国家发改委这边发布的是说，见波音公司高层未来应该会买200架的飞机订单。那么郑乍解释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为包括波音公司在内各国的企业带来长期的机遇，所以美国可以跟我们一起赚钱，一起发财。那未来川普赶快讲说，不止大约200架，未来中方觉得不错的话，已经承诺会买到750架啊，还在喊价了啊。黄仁勋的角色是什么？到底在晶片这一关最后临时被抠来加入的这个晶片，黄仁勋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谈到 H200 或其他呢？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说，川习会没有提到晶片出口的问题。那这个言辞显示，尽管黄仁勋一起去了，那也一起参加成为代表团的一员，但难道没有突破吗？还是有待后续发展呢 ？H200 是不是落空呢？因为在这个 Bloomberg 啊等等的分析里面，它是输家吗？其实这还很难说，因为毕竟大陆现在自主研发 AI 相关晶片的技术已经在往上突飞猛进，还需不需要？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显然他继续发挥他的最佳带货员。黄仁勋继续这个很厉害，到街头去吃小吃啊，看到了北京南锣鼓巷这里扫街扫店啊，店外吃炸酱面，还不去里面做店里面做的吃，在店外吃给大家看比较好拍，媒体比较好拍，然后是喝豆汁。在片段在微博上热传啊，结果他吃过的地方、看过的地方，几乎都变成大佬款专区啊，有什么蜜桃四季春啊，各种的饮料啊，吃过的东西，立刻这他们行销也很厉害，立刻在大陆变成大佬同款专区，哇，大家买翻了。就连马斯克啊，先前曾经跟川普交情好像生变，这次随行之后，一直意兴阑珊在。会场当中自己直播360度转啊，他带着小儿子6岁，也让大家哇看起来很新鲜。因为这个孩子呢身上背着是虎头包，穿着是一个新式的中式蚕丝背心，立刻这些所有的服装啊背包在中国大陆一夜爆红，又买翻了。江军先怎么看呢？现在这些所谓的商业订单没有下来，没有具体的宣布，其实应该是不是上一次川习会之后，川普回去又变卦，美方态度改变了，这次中国大陆学聪明了，你回去我们慢慢再谈这些可能的发展跟承诺，就看你未来的表现。川普要做的是叫做形势一片大好，宣传上对不对？街头上，问题是说这些头街上的真正商业的谈判跟订单，那是不是1天2天就能谈出来的？那川普为什么敢讲说500架、750架呢？这也是他估计过大陆对民航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大陆这么大个面积的土地，高铁不能够完全涵盖的，所以它的这个宽体飞机也还没有做出来，只是引进是出来了，距离试航跟产量都来不及。那万一全部靠空巴吧，也不太可能。所以他认为潜望的订单是很多，但中国会不会给这么多，就要看中国大陆有一句常常讲的话：我听你的言，听其言，但是后面要观其行。这么多表面上开放的这些项目都还在谈呢，因为谈才是实际上的东西，双方要利害权衡，谁得利谁得到自己要这个问题，当然现在做成一片大好，那是目前。黄仁勋这个问题啊，黄仁勋是为什么川普急急要把他叫上来？黄仁勋在美国的地位是什么？美国所谓它是全球经济作战里面有一个叫科技作战，科技作战的宝都压在 AI 上。是，
黄仁勋个人募资已经募了6000亿，还加上后面政府还要再给。换句话说 ，AI 成功不成功？黄仁勋他搞的 H200这么多晶片，原来准备倾销中国的，中国居然一片都不买。黄仁勋的战略说动川普的战略是什么？中国大陆的 AI 已经在急起直追了。你如果让我的 H200进去，它对我还有依赖性，它就不会这么拼命的去突破 AI。川普是答应了这个策略，但中国大陆也很聪明。我现在华为已经慢慢快要突破了。如果你的 H200再进来，大家都图个方便嘛，腾讯啦、小米啦、字节啦都会买，买了以后，我还有能力再去扶植华为做更高的突破吗？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所以黄仁勋能够被临时叫来，也就是说展示美国对 AI 的重视，或者黄仁勋希望跟大陆谈到说我们 AI 互相合作。那么买卖不买卖是另外一回事，合作的事情是黄仁勋希望达到的，所以才会临时叫来。所以你看，临时叫来能坐上总统专机，对他在外面商场去谈判，他的地位又提高了吧？川普持股回答那么高，对，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所以这是老板亲信的人，临时能叫他来，穿了个皮夹子可以上空降1号。所以，因为川普这次面对的是个大国，而是他非常敬畏的一个大国，所以川普这2天半的言行中规中矩，放那个 American Great Again。以前我们看他在共和党的全身扭的那个，哎呀，这是安安稳稳坐在那里。YMCA 他一放，他在美国就疯了吧？反而是晚宴的时候演奏曲就在那里扭嘛。是。对，所以看这心目中的大国，在他心目中的确产生作用了。何谦，我们在谈说，在双方见面的时候，川普特别把15位企业代表都邀请进去那个川习会最重要的人民大会堂那个场合里头，第2波进场，就代表川普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但离开了，上了飞机，拜拜回去了。可是这个3T、3B、5T。怎么没有具体的宣布？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未来后续要观察的地方。是，而且我想中国大陆也因为上一次2017年的时候，其实川普一去，然后去那个双方元首就出席了很多签单的仪式啊。这大家如果回去调新闻画面可以看到，那次大概川普就谈定了2500多亿美元的订单，包括波音，包括这个卖大豆，包括卖石油跟天然气。但是后来就是众所皆知到后来中美关系还是很颠簸嘛。川普还是时不时翻过来就说中国大陆这个倾销我们的产品破坏美国的蓝领工人的，翻脸不认人，对，就翻脸不认人。那当然就让大陆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但一方面要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二方面呢，他也其实我想这一次走到这个双方其实已经缠斗了10年了，有一些东西呢确实是离不开彼此的，尤其在经贸上。那这个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大陆争的这个包括芬太尼关税包括这个跟全球贸易战的全球关税也在一起其实也让美国的通胀变得更加的严重那所以我想大陆也在看，会等在最适合的时机，包括可能离集中选举再近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说等你这个伊朗的局势差不多这个稳定了，然后我再宣布，然后给你一个利好，就说怎么样，而不造成说我感觉是政策买票，我只是为了讨你在这3天72小时在我这边过得很开心，我赶紧把单签一签。我想大陆已经有这个战略定力就是说你需要我的东西，那或者是你需要我的市场的时候，你是走不开的。那第二个呢，我想这个刚刚谈到这个网友都在讨论，美国网友在讨论这个大陆的严谨跟效率确实大陆这一次为了川普的访华，要让他的这种尊荣感还有独特感，还是做了很多独特的设计的。包括大家这2天很多人在讨论那个小朋友就小学生在那个人民大会堂跳，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就爬了一下以前的旧的视频，发现过去虽然只要是国事访问，只要是外国元首来，都有小朋友跳，这是一个定律定式。但是呢，过去别的小朋友，欢迎别的元首，比如说欢迎马克龙，欢迎这个前2天刚到的塔吉克的总统拉赫蒙，小朋友都是单手跳，就是单手持花跟国旗，只有这一次这个川普来的时候是双手一起跳然后那当然画面就很不一样了。大家如果上 YouTube，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画面就显得格外的热烈。那而且川普也是吃这一套的，他在这个开场的发表的这个开场白中格外的谈到
哦，我觉得这些小朋友让我很感动，他们很开心，太棒了他们很漂亮。然后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正如前两天我跟浅秋姐分享，我相信在此刻啊，看到这个场景，川普一定也会去心里去想嘛。我们两个70多岁的人，我们讨论的是中美在本世纪的下一个10年或下2、3个10年，我们怎么相处。如果我们决定走向战争，那对不起，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和蔼的孩子，他们以后都是兵戎相见。但如果我们能够和平共处，那这些孩子可以到美国来留学啊，然后美国的年轻人可以到中国大陆来啊。那为什么？那我们到底选择哪一条路？其实这个责任，现在这一棒历史的这一棒就担在我们这两个，一个72岁，一个79岁的2位老先生身上。那包括他去中南海的时候，他还特别问嘛，习主席，这个其他外国元首来是不是都能到你家这个秘密花园来逛一逛？然后习主席说没有，很少， so special 对，只有普京有。对，那我想这也让川普非常的受用。的确，他就很喜欢他独一无二，独一无二，我被尊重，我被喜欢，因为在美国国内他可能找不到这种感觉嘛。因为的确很难得，川普回国之后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讲对于中国大陆或对于习近平任何负面的语言，那么以至于说连没有马上得到任何的订单，照理说过去他面子啊应该是会要求我马上要有什么多少订单，怎么你会没有宣布呢？他一个抱怨的任何的词句都没有，所以观察这些企业家现在还留在当地想办法运作，我们是可以预期了，因为是预告了接下来9月习近平要访美，还有好几次要见面的机会，可能就是未完待续，一波波，接下来在下一场的会面里陆续要宣布双方的合作事项吗？当然9月如果习近平去啊，然后见面以后就马上签了一堆东西，那对川普来讲更重要啊，离11月选举的时候已经不到1个半月了。所以现在是观察期吗？对，现在没有，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慢慢做球，搞清楚到底我可以给你什么东西。然后，当然我也要看你后续，譬如说对台湾的发言有没有偏离我们这一次讨论的方向啊？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川普还蛮就是大概符合习近平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对台湾的议题，我觉得是给了我们现在的执政者是蛮大的一个警讯了。就是他特别，你看之前去的时候就讲说，还是把我们说芯片小偷讲过一次啊，然后还是说我们离他好远好远。当然他那个数字啊，年纪大了有时候搞不清楚了，我想大概就是70英里啊，因为大概你乘以1.6，差不多就110点啊，68到70，128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可是我觉得说，他今天提到就是说大陆跟台湾的距离等等，大概就是已经把这个美国不太愿意出兵来在台海之间的冲突这个参与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大概从伊朗这个战争之后，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幻想了，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从乌克兰这些跟美国有邦交的国家，居然美国就是都没有办法直接参与提供武器可能可以，可是我觉得我做非洲研究，他们说为什么非洲很希望每次有冲突内战的时候都要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就是那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挂上一个蓝徽，大家就觉得说好像会有一股力量加持在那里。那同样美军直接介入一个战争，跟他只提供你武器，对台湾来讲是差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可能会让我们执政的现在这些智库的人应该要做更多的研究，然后来模拟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应对。特别马上520都到了，你看不到1个礼拜了，你要发表什么谈话怎么样来符合这样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